热能是现在另外一个好像也讲究的东西。其实地热能基本上形式上面也是什么样，把热能变成电能嘛。所以说，所有用热能发电的技术在这个地方大致都可以用，只是说它可能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地热的那个什么温度可能比较低一点，有些地方地热温度可能都是80-90度而已。那你这样子，你怎么用平常那种发电的200多度？可能我们的什么样 Rankine cycle 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叫做 ORC 的Organic Rankine cycle 那种东西，你要用一些不同的工作流体，或者是那个循环的系统要调整一点，让它可以跟那个电力跟温度上面配合啊。基本上地热能事实上已经好几十年了，全球有什么？有供应全球15%的，然后比如说比较地热资源开发那个国家是有冰岛，我们都知道冰岛嘛，冰岛全国好像如果没记错70%或80%的电能是来自于地热能。看一下地热能基本上那个什么发电的这个装置容量，你也会吓一跳。那地热能它的什么，他们的地热能也是很多啊。冰岛我们说很多，但是它总那个什么装置容量不大，为什么？因为冰岛这国家几十万人口而已啊。所以基本上它只是因为国家小，所以它只要发一点点电就够用。事实上，大部分的还是什么？还是一些大国。所以说，你看澳大利亚、奥地利，这个也是比较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反正中国大陆是什么都有就对了。你会发现说什么海洋发电，它也是一大堆，它什么都有就对了。连日本的地热也蛮多的，不是只是用来起温泉而已，对不对 ？OK， 所以基本上大家看一下哈。大概15%啊，这个数字但是地热大概是占全世界的发电大概15%啊。其实地热有很多种形态，只是说我们用哪一种地热来发电而已。现在最简单的地热的发电就是怎么样？下面的那个蒸汽，比如说我们上次讲过说，就是跟油气层一样，就你上面有个页岩层有没有？那页岩层下面的话可能叫地下水层。那如果那边有地热的话，基本上它地下水会蒸发变成蒸汽，高温高压的蒸汽。你只要打个井下去，高温高压的蒸汽就喷出来了。那喷出来的话，基本上你就不用干嘛，就接那个蒸汽啊。如果那个蒸汽是够干净的，就接那个蒸汽直接推动涡轮机就好了。如果那个蒸汽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当然还要怎么样？还要在那个什么，还要再做热交换这样子，然后变成发电。所以看看那个地方的那个地质的那个什么含硫量或什么一些那个它的那个蒸汽干不干净，这是最简单的地热。那如果说有些地方地热会不会枯竭？当然会啊。所以严格来讲说，我们讲说再生能源应该再生，那地热也会枯竭，只是说地热它可能枯竭之后你要它再生也等段时间就再生了，或者是说你可以再灌水进去。因为那个地方是水蒸气美，如果是刚才讲的那种蒸汽喷出来了，那蒸汽枯竭了，那你怎么办？你就灌人工的蒸汽进去嘛，人工的水进去，然后让它的那个水变成蒸汽之后，又可以再开展出来。所以说变成说它再生的那个时间不会说一旦枯竭之后就永远枯竭这样子。那是我们一般讲的地热，但这边其实地热有很多种啊，这边把它分成大概5大类啊。第一种就是什么？那个都地表的那种热能啊，这东西事实上台湾可能用的比较少，可能你把它用来起温泉或干嘛。但是其实美国就用这种地方用这种东西来做什么？做 heater 的系统，室内的暖炉系统就已经很多了哈。就是我们这是叫做那个基本上那个地表的一些热能。然后基本上你还有什么样？你从最地表到最深的什么样？熔浆啊。熔浆也是一种地热啊，只是说现在有人会用熔浆那种热来用吗？还不行嘛。第一个它太深了嘛，可能嘛。我在猜，可能它太深了。第二个怎么样？它温度太高了，什么东西进去都溶解了，就变成说那种热还是很多啊。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用到的大概是在这个地方而已，就是 Earth Energy 跟这个 Geo 那个什么 pressure blind 就是那个什么地质的什么高压的那个什么卤水。大概是用在这个地方而已。我们下面的，比如说 hydric rock 那个地表这个下去的什么样的那个一些热的岩石，本身是固态的，所以你也没办法使用。如果要使用的话，就要可能用热交换的方式把那个热给萃取出来。所以基本上它地热形式很多。我们现在大部分用的是什么？表面那是用一些 heater， 真的在发电的大概是用在这个地方而已。那个一些那个地底下地下水里面的一些高压高温的地下水这样子，OK。
所以这个你就看到说，基本上你要用地热的话，你就还是要先找到一个什么，我们这时候就那个什么 hydrothermal reservoir， 就是一些那个地下那个气体的一些 reservoir， 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水库或什么东西的啊 reservoir 要怎么中文把它怎么分？我们一般在讲说水库啊，或者是但是不是储水的，就是其他的哈。然后它的温度大概是什么？你大概基本上，如果是说这些地方的话，大概温度就超过200度 C 啊。然后如果说低于200度的话，你就要做一些其他的改良就对了哈。好，所以说你们讲说，第一个，这有5种地热能 ，Earth Energy 就是怎么样？就是在一些表面里面的一些热能，你可以直接把它用来做一些室内的 heating 或 cooling 的一些功能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hard dry rock， 就是就是基本上一些不可渗透的一些 rock 了哈。然后这些的话，基本上你要先把它把热给它萃取出来。magma 就是我们的熔浆，它温度真的太高了，而且太深了，所以没办法用。但是你想想看，这种热如果可以用的话，不是另外一个核能了吗？熔浆的热，如果说你有办法把它拿出来用的话，不就是另外一个？对吧？我说那种量啦，那种量是相当于另外一个核能的量，但是还蛮难的吧？那么高温，然后要怎么处理，真的是蛮难的。然后这个是我们一般比较常用的什么样？一般比较常用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 pressure brine 就是卤水啦，就是盐水啦，哈，就是基本上就是下面深层的一些水，啊，一些很碱性的水这样子，就大概是我们比较常用的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大家看一下，对不对？从下面的我们的那个什么熔浆，我们的 mega 就是地心啊熔浆，然后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的什么 hard dry rock， 就是我那个硬的那个。就是没有渗透的一些那个什么基层的 rock， 对不对？啊，然后所以说到这边为止，大概就是我们还比较少用的哈。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开始的有那个做油井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一些那个它是一个 rock， 它是岩石，但是它可能是砂岩或什么岩，里面有空隙的，这大概是我们用的。啊，地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地表的热能这样子。然后你就打井进去，然后把这些热。不管是直接的那个什么蒸汽喷出来，或者是说打水进去，然后让它那个什么，让它蒸发之后，从另外一个井把蒸汽给抽取出来，这样子就有点就是跟碳油一样的啦，哈，碳油第一级碳油也是这样子，打下去也就喷出来，到第二级、第三级的话就打东西进去了，这就是地热，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大概是那个什么那个地热的技术。所以说，你会发现地热技术很多在什么地方，跟碳油一样，在地质上面。所以你看看啊，基本上有时候2-3千公尺，公尺不是英尺，你看那个井要打多深啊？然后现在已经希望要到4-5千公尺的深度啊，那个打下去，那个你看那个，所以地热哈其实也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啊。所以说基本上说。这个是早期，现在的话变成说，有个说人为的，就是你要从一端注入冷水，再从另外一口井那个什么回收加热变成130度 C 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一些传统地热的那个澳洲，它是用什么样？什么热萃岩的构想，基本上就是可能就是把那些就是从岩石里面得到热哈，而不是像这种本来就里面就是深层里面的高温高压的那个地下水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看台湾，你看有百余处温泉地热征兆，对不对？基本上，但是可能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拿来用洗温泉，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对啊，然后我们说95以上，那是98、99了啦，对不对？所以基本上，然后我们有500个百万瓦，500个百万瓦还是很低了哈，但是最起码也是不无小补了，对不对哈？然后这个地热可以减少化石燃料的这个，那清水寺院这个基本上已经在民国70年就已经运转了，但是到民国82年就停止，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地热的已经枯竭了，第二个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样？寒流太高了，所以这个对什么机具的一些维护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这样子。然后现在开始做一些什么样？一些实验，我们这边讲说什么叫 binary 的哈 ，binary 的循环就是指什么？指说不直接把
热拿来出来的蒸汽的那个热拿来使用，是这个经过热交换，然后使用工作流体的哈。这个 binary 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含硫量高，你出来的地热不能直接使用，你需要经过热交换器啊，让它做热传这样子哈。这热传导这样子，好，所以基本上是大家看一下大屯山那个地方也很那个什么有很多。好像最近不是去年还前年不是龟山岛下面也发现，但是那个就是应该是属于火山型的地热吧，对不对哈？这是白皮书里面，反正记得就是说，我们到某些年的时候，我们去示范场这样子。